这把武器名叫八斩刀，是咏春派专属武器。八斩刀的威力在一个快字，由于动作小、速度快，使用时大派用场，使人挡无可挡，避无可避，所到之处使人闻刀丧胆。在电影中，陈实用它击败了朴刀、岳飞刀、三剑两刃刀、斧钺、月牙戟、环手大刀、丹锋剑、子午鸳鸯钺、大铡刀、枪、短臂手，北方12种古兵器，让人不得不感叹咏春八斩刀的强大。1912年，天津出现了民国第一家武馆。1932年，天津成为了武术之都，各地小拳种都想入天津，博一个扬名天下。咏春拳传人陈实也不例外。当时咏春拳只是南方一个小拳种，一带3、5人，小的不能再小，基本没有人知道。他北上武术之都，拜访天津武行头派郑山傲，请求指条明路。他拿着乾坤日月刀在郑山傲面前演示了起来。乾坤日月刀攻守兼备，刀起刀落，5人迅速倒地。郑山傲没见过这种功夫，陈实这一手咏春拳惊住了陈山傲。陈山傲带着陈实来到租界的一家舞厅，看白俄女人跳舞。只见这些女人的大腿修长有力，膝盖内侧肌肉如鱼一样的游姿。郑山傲对陈实说：“白俄女人吓着了我，她们的舞步肌肉运用之妙近乎全理。如果我们再不教真的，洋人早晚研究出来，到时子孙只能挨打。但武行以往都有秘传不教真的规矩，天津的师傅都不敢打破这个规矩。”郑山傲希望陈实来犯规，他教真的，郑山傲就让他开馆。郑山傲给了他3天的考虑时间。晚上的时候，陈实拿着乾坤日月刀沉思。3天后，他在启士林西餐馆找到郑山傲。这个餐厅有个优点，面包不要钱。陈实告诉陈山傲，他还是不打算破这个规矩，扬名不教真的。要想在天津开武馆，有一个老规矩，打过8家武馆就能在天津立足。郑山傲告诉陈实，至今都没有人打过5家，就像启士林的面包，没人能吃过5个。陈实为了一表态度，要了8个面包，但吃到第5个的时候，真就吃不下了。这时，一个女人过来给他倒了一杯水，让他别吃了。见不得这么喜欢占便宜的男人。陈实看了他一眼，就这一眼，陈实就被他吸引了。郑山傲让陈实按规矩来，踢馆不能他去打，要找一个徒弟去打。这个徒弟还必须是本地天津人，天津人容天津人。郑山傲要帮陈实挑一个。陈实再次看向了那个女人。郑山傲告诉他，这不是什么好女人，17岁生了个洋人的种，让他爹妈溺死了，名声一坏，至今没人娶她。女人下班的时候，陈实出现对他说：“我娶你，我在天津住3年，然后跟我回广东，不愿去留给你一笔钱。”女人没有答应，但是在郑山傲的帮助下，还是谈妥了。陈实告诉女人：“我在天津做的事不要问，猜到了不要说。”女人答应了他，但他也有2个条件：1个月陪他逛1次街，吃1次螃蟹。之后2人就住在了贫民区，但奈何女人太过漂亮，出门的时候有小混混骚扰他，陈实收拾了他们一顿，但还有2个脚夫不死心，想看女人的正脸。2人跟到了陈实的住处，借着比拳的借口见到了女人。女人果然是绝色。小耿想着这顿打值了，陈实掂着螃蟹回来了。女人对他说明了2人的来意，小耿也对自己十分的自信，要和陈实比刀子。小耿拿着八斩刀冲了上去，但他却毫无章法。陈实多次将他打败。吃饭的时候，陈实让小耿跟着自己学拳，小耿二话不说跪在地上拜师。女人却对这个徒弟不满意，她看自己的眼神不正。陈实让他放心，练拳之后他就不敢看你了。陈实找到郑山傲，对他说：“你找的人我不教了，我碰上个人比他好。”郑山傲对他说：“天津武馆19家，踢到第8家，武馆会联名请出一位高手击败此人，逐出天津，但此人师傅可以留下开馆。这样小拳种扬了名，天津的脸面也保住了。你这样会害了你的徒弟。”陈实却说：“好在是个小人，毁了不可惜。”郑山傲告诉陈实，那位高手会是我想隐退前再赢1次，你徒弟会的我都要会。说完不等陈实拒绝，跪在地上拜师。陈实开始演示日月乾坤刀为桩，八斩刀为拳。2人接着用匣刀揉手切磋，手碰手，刀碰刀，每一刀都在喉咙处经过，甚是惊险。郑山傲对此刀法很满意，
他觉得凭此刀法2年可以踢馆。小耿还真是个小人，他离开脚行却不还小车，脚行的兄弟找上来，他却和人家动刀子。天津的铁规矩，在街上打架不见铁器，兄弟们再也不认他了。但小耿却是武学大才，远超常人。1年后就开始踢馆，小耿刀法极快，让人招架不住。第1场顺利获胜，按照天津的规矩，武馆要请吃饭，小耿却把这些武行的大佬带来了一个小地摊上。不是这个小地摊做的东西有多好吃，而是这里的女老板是小耿的心上人。陈实带着女人去逛街，他给女人买了一只狗，女人却扭头就跑，闯进了一伙贼窝。陈实将他们给收拾了一顿。老头要出去叫人，陈实丝毫不惧，就坐在凳子上等着。女人告诉陈实，狗抱在怀里像个孩子。我孩子不是爸妈给溺死的，而是人贩子偷走的。陈实对女人说，我们去把他找回来。这句话让女人对陈实有了其他的看法。老头还真叫来20个人，陈实拿着一根长竹竿，用出咏春6点半棍法和他们打了起来。他一边打一边和女人讲自己的经历，他现在就想先报师恩，再挣家业，并且一定会回广东的。女人对陈实说，天津的姑娘不爱嫁，自己是不会和她走的。2人到家的时候，小耿拿着螃蟹在等他们。女人吃螃蟹的时候还是看不起小耿，处处挑刺，但陈实却对小耿说，挨了师娘的骂就能跟师傅学习新东西了。小耿明白师傅的意思，他告诉师娘自己看上了一位姑娘，和你一样漂亮。第2天去看了那位姑娘，这下他对小耿放下了戒心。郑山傲将祖传的盔甲改成了比武的护具，他让陈实穿上，2人开始切磋。郑山傲1年的时间，刀法已经大成，陈实不出全力亦难敌其手。郑山傲怕陈实自留一手，他用出了杀招，将陈实给刺伤了。陈实也只好用出了绝招。郑山傲虽败，却不言喜色，自己的刀技成了。小耿此时正在踢第7家馆，这次的对手却是个穿旗袍的美女。美女的腿功一流，小耿刚开始吃了亏，之后他抓住女人的腿，近身用头将她撞晕。陈实对小耿很满意，第1次让他进屋，并对小耿说，你是门派的全部未来。白天的时候，以邹馆长为首的武行泰斗们找上了门。邹馆长对陈实说，你徒弟踢了7家馆，战绩非凡呢。陈实却说，天津的年轻人我管不了，后悔教他，不是我指示的，我自己还有工作，并且还要养女人。邹馆长看着陈实的妻子，你女人这么漂亮，你就不想让她过得好点？陈实回答，你更漂亮，我不敢动一点心。这一句话让邹馆长很开心，他相信了陈实真是一个甘于平庸安逸生活的匹夫。但陈实骗过了武行的人，却骗不过每天躺在同一张床上的女人。陈实原来只是利用她，娶她。住贫民窟只是陈实的掩护，让武行以为他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，最后的目的就是出卖自己的徒弟。陈实这刻起了杀心，但日久生情，他放女人离开。陈实双手合十，祈求着神明的宽恕，也怀揣着对小耿的亏欠。女人离开后，找到了小耿，他知道小耿当初来学拳是为了看自己一眼，他不希望因为自己而害了小耿。女人提醒小耿，觉得不对劲的逃。小耿在茶摊的时候发现有人带着刀埋伏，明知躲不过，那不如自己找上门。他找到邹馆长要踢馆，邹馆长果然找上了郑山傲，想请他出手击败小耿。郑山傲在军界有一位徒弟，名叫林希文。郑山傲让他和自己对打，拍一段录像，成为以后重要的历史文献。郑山傲很快就将林希文击败。郑山傲给他讲破招时，摄像机重新打开，林希文突然偷袭，将他打翻。郑山傲起身和他打了起来，经过刚才那一击，加上自己也老了，渐渐落于下风。他只好使出绝技金丝抹眉，但还是狠不下心来，毁了徒弟的一双眼睛。就这样，他败了。醒来后的郑山傲像突然老了10岁一样，自己一世英名全都荡然无存。林希文给郑山傲留下了2所房产，既已亏了名节，贱卖的钱财又为何不要？陈实改变了主意，他不想扬名了，想带着女人和小耿离开天津，但武行的人要请他喝茶。武行规矩，如果剩下的茶是边上的，则是朋友；留下中间，则是敌人。结果只剩下了中间的一杯茶。与此同时，武行的人也开始对小耿动手。
陈实对邹馆长说：“我们师徒离开天津，永不再回，能否放过他？”但邹馆长不答应。武行不是黑帮，如果我们将师傅和徒弟一起赶走，天下人会说我们霸道。他活着离开，有伤无残。小耿这边以一敌多，将武行的人全都打倒在地。这时林希文出现，将刀插进了他的腹部，将他带上了车。陈实只能看着这一切。邹馆长对他说：“本该武行做的，军人给做了，以后军人就接管了武行。”陈实愤怒地砸开郑山傲的大门，见到了他。郑山傲对他说：“天津没我这号人物了，自己没脸再见他。”郑山傲将设计的护具送给了陈实，他准备离开天津。林希文将小耿带到了郊外，让他去教堂治病，然后离开天津。小耿腹部插着2把断刀，不能快走，不然有生命危险。但小耿不打算离开天津，为了证明自己，他忍着刀伤朝林希文跑了过去。林希文赶紧停车，但手下说这么跑活不成了。郑山傲要带着那位白俄女人离开，阻止不了洋人破解我们权术，那就把洋人娶了。高明啊！小耿这边没死，他用破布护住伤口，走到了天津城。他本想死在心爱的女人面前，但还是不吓唬她了。他最后帮缴行的兄弟们推了下车，最终还是倒下了。邹馆长找到陈实：“你的武馆成了，他将会是天津最大的武馆。”陈实不说话，拿着斧子将训练的木桩砍倒。陈实拿出全部的积蓄，他让女人在火车站等他，他明天要了结这一切。武行开业这天，武行的泰斗和林希文都来了，而女人就坐在附近的面包店等着陈实。他许愿陈实可以平安归来。武馆这边，邹馆长要放《火烧红莲寺》的电影，但影片一开始却是林希文打败郑山傲的内容。武行的人气得站了起来。邹馆长让大家坐下，他对大家说：“林希文是郑山傲的徒弟，也是我们武行的人。徒弟超过师傅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郑大哥以前什么地位，他就是什么地位。”陈实拿着日月乾坤刀站上了台，他要踢馆，这可是徒弟都打了8家武馆的师傅，没人敢上。陈实拿刀刺向了林希文，邹馆长挡了下来，他给了陈实一个台阶，让他就此算了吧。陈实看了一下身后的枪，放下了刀，坐了下来，将日月乾坤刀的4个短刀卸了下来。邹馆长回来后，让人将陈实给压倒，怕他再对林希文对手。林希文对陈实说：“你徒弟不是我杀的，是他自己要赌口气。”这时却有人将刀送进了陈实的手中，陈实一挥刀将林希文给杀了。这一切都是邹馆长的计谋，借陈实的手杀了林希文。这下军方就接管不了武行，但陈实杀了林希文，要死在这儿。邹馆长让陈实提一个要求，陈实想看一下北方的刀。4位老师傅拿着大铡刀出现，和陈实的8斩刀开始切磋。巨大的大斩刀与灵巧的8斩刀相生相克，陈实被4把刀架住了脖子。就在邹馆长要杀了他时，陈实对他说，他想把真的咏春拳交给武馆的弟子。就在弟子们穿护具的时候，陈实跑了出去。武馆大门敞开，武行弟子追了出去。今日天津大街上要见铁器了。陈实一边跑一边和他们打，他将真实的咏春拳交给了他们，至于领悟多少，要看他们了。陈实被堵在了一个巷口，武行的泰斗们拿着兵器走了过来。陈实第一个对上的是朴刀，朴刀刃宽，相对要重，招式势大力沉。陈实2只手挡朴刀，战胜了他。接着对上的是岳飞刀，岳飞刀是朴刀的一种，此刀非常的长，陈实不能离得太远，冲上去贴身架起对方大刀进行反砍，将武器打落，制服了他。一人拿着3尖2刃刀也冲了上去，杨戬拿的就是3尖2刃刀，此刀的刀尖可以所拿对方兵器的。陈实抓住刀头，用8斩刀砍向对方的手，将他给打倒。2位师傅也亮出斧钺走了上来。斧钺是重武器，靠的就是以力压人。陈实用双刀扛住，将2人放倒。这时一个小伙亮出了手中的环手大刀，这把刀更多时是镖局所用的兵器。小伙抡起此刀砍了上去，陈实用一刀挡下，另一刀刺向武器，将其击倒。另一个小伙也亮出了自己的武器单锋剑，单锋剑反手持，贴在小臂下，具隐蔽性，用于偷袭。陈实用护圈卡住他的剑，另一刀和他互砍，将其击败。这时3个看起来不是武行的人骑着自行车过来了。第一个人拿的是月牙戟，吕布所用的兵器，
陈实用八斩刀将其卸下，自己也中了一击。接着另一个人拿的是子午鸳鸯月，八卦掌门派的独特兵器，用法极其刁钻，演练起来如游龙似飞凤，观赏性很强。此人锁住陈实的八斩刀，将陈实打退。陈实迅速反击，将其击败。此人将兵器给了陈实，陈实用它和大铡刀交手。这种武器不被其克制，相反，他可以克制大铡刀。陈实将四人都给击败。他经过邹馆长时，削掉了他一只耳环。出门时将一位拿枪的打败。陈实以为女人走了，没有等上他，他就这样离开了天津。邹馆长找到女人，女人说他犯的事我担着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此事就算完了。女人要去找陈实，邹馆长让他带一封信，让陈实封住自己的嘴，下半辈子隐姓埋名。陈实在火车上打开了小耿的书，看到了2个字：江湖。师傅是近几年来非常不错的武侠电影，观赏性很高。电影一开场就是规矩2字说了出来。武行的规矩是不教真的，街头的规矩是不能亮铁器，武馆规矩是踢馆结束后要请客，女人的规矩是天津女人不外嫁。电影前半部分就是围绕着规矩来讲。师傅更是一部满含细节伏笔的电影。郑山傲要给陈实找人做徒弟，是因为他早就知道到时邹馆长会请他出手，自己找的人自己放心，所以陈实一换人，他才会不顾自己的身份跪地拜师。最后这一战对他极其的重要，没想到最后却遭到了徒弟林希文的暗算。还有陈实为啥看了一眼就要娶女人？女人漂亮是一回事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她是一个坏女人。就像刚开始的小耿，这俩都不是好人，毁了不可惜。但经过相处，陈实发现两人不是想象的那样，所以他才改变了主意，想带着两人离开天津。巷战时出现了非常多奇怪的武器，电影主要是为了让陈实赢。其实这些武器在古代都是非常强的，短小的八斩刀不可能这么轻易击败他们的。那么你最喜欢哪把武器呢？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。好了，今天兵器介绍就到这里了，想了解更多记得关注加1哟。阿斗说篇天天见，明天我们不见不散。